这些脏东西呢，都是附着在暖气管壁上面的，通过这个大流量可以冲刷出来。电钻响，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东工小米。这暖气冰冰凉呀，这几天零下10几度，暖气不热。用热成像看的比较直观，上面的水管是进水管，有一点温度，16度。下面是回水管，只有7度，这温差也太大了。来到管道接，看一下它的主管线，这就是他家的管线。管道接的主管线40多度，顺着这个管线来看一下。过来是一个阀门，然后向下走，从这个地面穿过去，然后绕到外边铺了一根管，然后直接进到房间。从主管线连接过来到这个风水器。像这种温差特别大的情况下呢，一般是流量上不去，很可能就是有堵的地方。咱们开始查一查。在管道接里面的管线上面有一个总阀门，进回水的都有，2个阀门全部都先关闭。然后我们把压力呢卸掉。下面3路管线上面有分支阀门，分支阀门我试了一下，全部都拧不动了。这个也是租的房子，如果暴力拆的话，可能会造成经济损失，尽量确保不要搞坏了。然后在这个阀门的地方呢，有一个过滤网，我们把这个过滤网拆出来，先清洗一下，看这个过滤网是不是有点堵啊。拆下来的过滤网呢，堵塞也不是太严重，我们做个简单的清洗。然后我们到管道接来看一下，管道接的这个地方呢，也有一个过滤网，把这个过滤网呢也拆洗一下。管道接的这个过滤网呢，属于第1道过滤网，这个过滤网相对来说比那个严重一点，不过这种清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像这种2个过滤网，其实留1个就够了，没必要2个都装，毕竟它也会多多少少有点影响流量。回到室内，我们把风水器的这个堵盖拆掉，利用暖气的自然压力，通过这2个总阀门控制，我们可以把这3路管线里面的泥沙、水锈全部做个清洗。冲刷出来的这些脏东西呢，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水循环附着在暖气管表面的，这样大流量打开以后就可以冲刷的出来。如果分支阀门能关闭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一路一路的冲刷，这样效果更好。这样反复的放了几桶水之后，很明显这个水慢慢就开始变清澈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又对这几个阀门做了一个检查，因为感觉这个阀门在开关的时候感觉有问题，应该是掉头了。换一个角度，我们可以直观的来看一下这个阀门就是掉头了，也就是说它这个里面的球阀呢和这个杆已经断掉了，然后它只开了那么一点点，这样也是影响水流量的。在它的前端呢还有一个阀门，这就是和主管线接出来的第1个阀门，我们现在是用它来灌水。我们把后面的阀门打开一点，做一个反冲洗。这样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后面这个阀门，看这个阀门是不是好的。确定没有问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对前面这个阀门做一个处理。用一个螺丝刀把里面这个球芯呢给它转动一下，把这个流量给它开到最大，相当于一个直通来用吧。顺便疏通一下里面的水垢。进回水2路的阀门呢都做了一个检查，现在我们连接好就可以开它送水了。回到室内，现在我们就是等待个5到10分钟吧，然后看一下2路水管的温差变化。现在来看，温度很明显就上来了。主管线的进水温度呢已经达到43度了。然后回水的话，由于这个地面一直是凉的，可能温差比较大，但是温度也明显提升了。用现在的温度和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拍的做个对比，到今天晚上房间的温度应该就提起来了，不会半夜再被冻醒了。